2007年，当小成本影片《鸿运当头》成为热门话题时，艾略特·佩吉也踏上了巨星之路，因为她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但那年她才20岁，那之后几乎每一个人记住了她，身材矮小，但声音独特，气场强大。可就当她处于舆论风口浪尖时，她在社交媒体上大方晒出了自己的半身裸照。更令人惊讶的是，她不久后还公开宣布了跨性别的事实。那么从她变成她都经历了什么？这里是布吉岛，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艾略特·佩吉的故事。1987年，佩吉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个小镇，母亲是老师，父亲则是平面设计师。爱上表演是因为小时候母亲带他去多伦多看了一场音乐剧。他说，一走出剧院，我就问母亲，我要去哪里学习才能成为电影女主角。从那时起，我也在心底种下了要当演员的种子。为了完成梦想，他开始疯狂的试镜，并在年仅10岁的时候出演了加拿大的一部电视剧《Pit Pony》，但这并没有让他一炮而红。同时，父母提醒他，演员不是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普通的学生，继续把学业完成才是你应该做的。之后，他听从了父母的话，直到16岁那年，他离开了加拿大小城哈利法克斯，来到多伦多，以求在演艺事业上获得更大的发展。但那时他依然坚持每天到学校上课。他称，即使拍戏再忙，也不愿落下功课。也正是因为这段基础打得好，才让他后来成为好莱坞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随后，他便接拍了自己的第一部欧洲电影，在嘴对嘴中扮演一个吸食违禁药物、光头、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女。3年后，她终于作为主演，在电影《水果硬糖》中贡献出精彩的演技。片中，她饰演一位向恋童癖者展开复仇的另类少女，而她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表演也引起了业内的关注。片中男演员也表示，和他对戏时，我时常忘了我的对手小了我14岁。不久后，他接下了《鸿运当头》剧组的邀约，这个角色也让他获得了实质的赞誉。那一年，年仅20岁的她被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项提名。不仅如此，她还借此获得了包括加拿大人喜剧奖、独立精神奖和卫星奖等20项奖项。至此，曾经平凡的少女正式蜕变成了聚光灯下的当红女演员。既然大红，商业大片自然接踵而至。2010年，她与影帝小李子在《盗梦空间》中飙戏，不到1年，她又出演了著名导演伍迪·艾伦的《爱上罗马》。后来，她还得到朱尔·巴利摩的青睐，成为他导演处女作《雕塑青春》的女主角。如今，她仍然活跃在大荧幕上，并带来了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但在出演了这么多电影后，让他真正在表演领域取得突破的作品，则是2002年的加拿大本土电影《断线的亲情》。他认为，在这部影片中，他第一次饰演了一个与他本人非常不同的角色，那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扮演别人的奇妙感受。所以自那以后，他便开始拼命追逐那种体验。他也是从那时起真正爱上了表演。不过，公众对他的热爱并没有让他的内心感到愉悦。他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甚至不能看自己的照片，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男是女。忆及这段经历，他还表示，他曾遭受过焦虑、抑郁和恐慌症的折磨。他不知如何向大家解释，尽管自己是一名演员，但仅仅穿上女装就会让他很不舒服。就像他曾出演过的电影里《X 战警》里的变种人。他不想再隐藏自己了，他想做现实中的 X-Man。正当 X 战警席卷全球票房时，佩吉也勇敢地出柜了。据报道，他在一次活动上发表了一场绝对引人入胜的演讲，他为 LGBTQ 小众群体发声，呼吁每个人都不该被边缘化。接着，他深吸一口气，对大家说出了真相：我今天在这里，因为我是女同性恋。随即，现场人群欢呼起来。清醒如他，从宣布是女同那一刻开始，他就再也不是什么资本青睐的明星，也不是主流价值观接纳的类型。但是他知道要用自己的影响力做更多。于是，在2015年，他出演了一部女同性恋的爱情电影《悲剧人生》。随后，他又和好友出演了纪录片《同志之旅》。
目的是让人们了解世界各地的 LGBTQ 群体的经历。他称，我们想让那些无法分享自己观点和经历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这还没完，他还是个勇敢发声的人。2017年，他讲述了自己曾遭受过男导演的骚扰，而骚扰他的人则是 X 战警最后战役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事后他还表示，我希望这些人可以面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希望他们不再拥有权利。公开出柜后，他也官宣了自己的恋情。2018年，他在 IG 上宣布了已和妻子艾玛·波特纳完婚，据悉后者是美国纽约的一名舞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舞蹈视频后，就拥有了一封爱慕私信，发信人不是别人，正是佩吉。从那以后，佩吉的 IG 里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个模糊的背影，有时是艾玛独自在练舞室床边低着头准备的模样，有时则是一个影子的重叠。那些正在恋爱中暗戳戳秀对象照片的小心思昭然若揭，直到一次出行被狗仔队拍到，两人才承认了新恋情。于是那些甜蜜瞬间很快从地下转为地上，两人光明正大的出行，在大街上毫不避讳的接吻，总是牵着手有说有笑，让人羡慕不已。佩吉甚至也和艾玛一起开始学习舞蹈，而后者甚至还为自己和男友两人编了一支专属他们两人的舞蹈。肢体接触间，灵魂与灵魂同样交织，情到浓时，两人顺其自然结为了夫妻。之后他们更加频繁的秀恩爱，不仅每天一起遛狗，而且在彼此的动态里大方表达爱意。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他还有一段绯闻恋情。2012年8月，自从他与男演员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拍完《叛谍迷情》并一同现身观赏球赛之后，两人之间就谣言不断，但双方始终没有证实或否认。直到后来，两人结束《叛谍迷情》的宣传，在机场被媒体目击一同乘车离开后，这个谣言才又卷土重来。虽然当时有不少网站在观望两人的关系，但也有媒体已经信誓旦旦称两人自从拍完《叛谍迷情》后就开始交往。不过由于这段恋情始终没有人承认，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然而佩吉和艾玛这对相爱的夫妻，谁都未曾想过未来会有分开的一天。2021年1月，两人结束了3年的婚姻生活。尽管如此，但两人并没有交恶。同年，佩吉宣布自己正式成为一名男性时，艾玛还在下面鼓励他：我为艾略特感到骄傲，跨性别者、同性恋和非二元性别者是这个世界的礼物。我也要求大家保持耐心，尊重隐私，但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为跨性别者的生活热烈喝彩。艾略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份礼物，继续发光吧，真的很爱你。说到变为男性，则是这位女演员在2020年做的事情。当年她官宣自己成为跨性别者的同时，接受了皮下乳房切除术。不久后，她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自己上身半裸的照片。照片中，她一头清爽的短发，肚子的8块腹肌清晰可见，强壮的样子俨然已是一名俊朗的男性。照片下，他还写道：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付出了不少，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但我想说的是，我现在终于爱上了自己，追求真实的自己，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感觉。2021年年初，在接受奥普拉采访时，佩吉谈到了这个重大决定和随之而来的喜悦，这也是他首次以跨性别者的身份公开面对公众。他表示，你知道吗？当你洗完澡出来，毛巾就缠在你的腰上，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像在说我来了。媒体还注意到，他讲述起自己的变化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由内而外的自在舒服。随着岁月的流逝，佩吉目前已经渐渐撕掉了外界对他期许的标签，并仍然致力于建设一个爱心且平等的社会。曾有主持人询问他，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你想对年轻的自己说什么？他则回答，会抱一抱过去的自己，并告诉自己，你不是少数派，你并不孤单，接纳自己才会更好的前进。从国民小甜心到勇敢做自己的勇敢男星，佩吉花了34年。万幸的是，他完成了和自己的和解。好莱坞是资本操纵的舞台，这点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各位网友也都很了解这点。而关于其中一些潜规则，包括沙发试镜等等的事情，
相信大家也略有耳闻。不过可能一些人都认为这些事情一般只会针对那些颜值出众又舍得为艺术献身的演员，但实际上没有这种规定，因为一切都是资本说了算，只要他们喜欢，谁都会遇到这种恶心的事情，比如今天说到的艾略特·佩吉。这里是 Bookie 岛，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艾略特·佩吉的故事。艾略特·佩吉的原名是艾伦·佩吉，而说到这位演员，单说名字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熟悉，那么就说他在中国知名度相对较高的角色吧。他是 X 战警系列里的幻影猫，就是逆转未来里送金刚狼回到过去的那个女孩。艾略特·佩吉出生于1987年的加拿大，当他1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影视圈里露过脸，也可以说是童星出道，尽管名气不大。要说艾略特的外形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里面并不算太出众，他的身高只有155厘米，长相也属于那种很娇嫩的类型，与诸如妮可基德曼、杰西卡·阿尔巴等女星比起来，就像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当然这个外形条件也使得他在很多电影里都是出演一些未成年的角色，比如电影《水果硬糖》，当时已经18岁的艾略特演的是一位14岁的未成年女孩。而著名的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20岁的她饰演被寄养家庭轮番疯狂欺负的无辜女孩，也毫无违和感。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少女的遭遇也相当令人不堪回首。在艾略特16岁的时候，她就被一名导演拉着去一个很常见的普通聚会，这位导演对她说，这种事情需要你来做。当时的艾略特赶紧拒绝了，算是逃过一劫。但是大家都懂，人家掌控着你的工作，你的资源，你想逃根本逃不了。于是几个月后，艾略特还是遭遇了这些大他20-30岁的导演的毒手。而更要命的一点是，艾略特是一位同性恋者。在拍摄 X 战警3时，导演布莱特·拉特纳意外知道当时才18岁的艾略特在取向方面与其他女性不同，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他，对着另外一个比他大10岁的女性工作人员说，你应该教育教育他，让他知道自己就是个同性恋。要知道10几年前的好莱坞对待同性恋者可没有像现在那么宽容，而艾略特当时才刚刚成年，他根本不敢把自己是同性恋者这件事说出去，他很害怕自己会受到歧视，被其他人用怪异的目光看待。被布莱特·拉特纳这么公然羞辱的艾略特当时相当难受，但是自己无权无势，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而在拍摄电影的几个月里，布莱特·拉特纳也没让艾略特好过，比如假意让他送餐到房车这边，结果艾略特来到却看到他在做一些恶心的事情，联合电影制片人要求艾略特一定要听导演的话等等。在资本的舞台上，艾略特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包括当年在场看到这一切的女演员也同样不敢发声。不过在维恩斯坦事件爆发后，好莱坞终于迎来了一股整肃的风气，很多导演的龌龊行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曝光，其中也包括布莱特·拉特纳。而众多饱受资本折磨的女演员也都出来诉说自己的遭遇，艾略特还特地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讲述自己的论点。原文很长，除了说到自己遭受过一些非人对待以外，他也点出了重点问题所在。整个好莱坞里做出像哈维·韦恩斯坦行为的诠释者们多如牛毛，名单太长了，他们掌控着一切资源，当他们用资源来要挟你的时候，很多人都无法拒绝，我也同样如此。不过我承认是我自己做错了选择，但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变成常态。看看那些说出了受到好莱坞侵犯的演员们是什么下场，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也有的因为资本的威迫迷失了自己，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施害者呢，仍然若无其事。甚至在我现在写这篇文章时，他们依然受到保护。你知道他们都是谁，但大家都只敢关起门来谈论，比如还没曝光之前的哈维·韦恩斯坦。就像我这种已经算是有一定分量名气的人，都只能选择沉默，甚至只能说出一个名字都要冒着巨大的风险。那么业内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们又有什么选择呢？我最希望那些受害者们不用再被折磨，让整个好莱坞觉醒，开始为这种事情尽一点责任吧。
不得不说，尽管艾略特·佩吉的身材娇小，看起来很柔弱，但说的一番话很在理。在好莱坞里，这种事情实在太常见了，好比大家都熟知的查理兹·塞隆。他入行之后想多演一些其他类型的角色，想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与他交好的导师则给了他一个建议：你要自己当制片人，就要自己成为那个掌控资源的人。但要知道的是，大多数人是达不到查理兹·塞隆那种成就的，甚至很多演员也达不到艾伦·佩吉那个地位。要自己成为掌控者，谈何容易？当然，如今的艾略特生活的还是很好。2014年，年仅26岁的艾略特在拉斯维加斯的人权活动上公开出柜。作为公众人物，他选择直面非议，接受来自外界的各种声音。尽管公开出柜对他的事业生涯肯定有造成影响，但他的说法是不想继续躲藏在阴暗之中。2018年，艾略特在社交网站上晒出照片，宣布与女友结婚。很明显，艾略特的确是一个勇敢的人，而如果好莱坞多一点这么勇敢的人，也许底层的演员们也不会那么悲惨。更勇敢的是，2021年5月25日，艾略特在社交平台上放出了一张照片，并配文变性宝宝的第一条泳裤。他的勇气与大胆赢得了全球无数网友的点赞和支持，这也是他首次以男性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其实早在2020年，艾略特就发表声明称自己是跨性别者。作为少数群体，敢于在公开场合发声的原本就不多，而作为公众人物，艾略特·佩吉还公开支持要保护跨性别群体。短短6年间，艾略特从一名女孩变成了自己理想中的真正的男子汉。他的勇气让大家都为之震撼，也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也不难想象，这几年来其实他也遭受着公众很大的非议。但是他却这么说：爱别人从爱自己和接受自己开始，我们要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每一个人所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提到跨性别者，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了解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跨性别者通常是指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根据外媒报道，当红超模娜塔莉·维斯特林成为跨性别者，并改名为内森·维斯特林，坦言自己接受了很多年的心理与药物治疗，他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成为一名男孩。面对自己这样的改变，他感到十分激动，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改变，完全不会担心这一改变会对他的时尚事业造成影响。纵观全球，能勇敢站出来的跨性别者少之又少。在中国，最令我们熟知的就是著名的舞蹈家金星老师。出生在传统军人家庭的金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但早在6岁的时候，金星就认为自己应该是个女孩。他曾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变成一名女孩。1995年，28岁的金星已经是中国现代舞的领军人物。他鼓起勇气走进了北京香山医院，此举意味着重生。金星真正的变成了一名女生。虽然时至今日，金星依然面对外界的非议，但他依然坚定自己的选择。如今的金星事业爱情双丰收，还有3个孩子。她作为一个女人，独立自信，有着自己的魅力。作为跨性别者，她勇敢果断，有自己的决心。回到开篇，艾略特在2021年3月16日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坦言：我想成为一名男孩，我会问我的妈妈，有一天我能不能成为一名男孩。没想到2个月不到，他就如愿以偿。此外，这也是《时代周刊》首次跨性别的封面人物，表达了一个时代对跨性别者的尊重。人生的第34年，艾略特终于找回了自己，听从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实现性别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艾略特。也向那些勇于面对内心并以积极的方式拥抱新生的人致敬。这里是 Boogie 岛，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